给儿子买婚房掏光了我所有的积蓄，老家房塌了，儿媳却让我睡杂物间。给儿子买婚房掏光了我所有的积蓄，老家房塌了，我到城里找儿子，明明是3室2厅，儿媳妇却让我住堆满杂物的杂物间。面对儿媳的冷嘲热讽和阴阳怪气，说我乡下人不干净，吃饭让我独自用公筷。儿子是妻管严，嫌我给他丢人，两人将我赶出家门。后来我用仅有的钱买彩票中了大奖，无意间走进儿媳打工的奢侈品店。李欣见我提着大包小包，招呼我进门：“妈，你来了。”“李欣，你干什么？这包脏死了，也不擦擦就往里拿，你不知道我有洁癖吗？”儿媳王艳在一旁大声说道。我尴尬地站在原地，有些手足无措。等我擦一下再拿进去吧。我脱掉鞋子，准备进屋去拿毛巾，却忘了这不是在老家。欣儿，抹布在哪里？你那个鞋子能不能摆好？乱七八糟的放在门口，影响心情。王艳不耐烦地冲我说道，还不过来扶着我。李欣屁颠屁颠地过去扶她坐下。我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出也不是。等李欣安抚好王艳后，才拿着抹布走过来。妈，你别在意，燕子怀孕了，脾气不好。我接过抹布，擦着箱子。老头在李欣10岁时就去了，我一个人将李欣拉扯大，供她上大学，给她买房结婚，几乎花光了全部的积蓄。这次来是因为老家的房子垮塌了，没法再住人。我将土鸡和土鸡蛋拿出来，放进冰箱。你说你带这么多没用的东西来，也不嫌占地方，这是打算要在我们家常住吗？闻言我呆愣了一瞬，又继续将东西塞进冰箱。这些都是带给你吃的，等过了阴雨季节，我就回老家去。行，你赶紧用保鲜袋装一下，别把地上和冰箱弄脏了。李欣在一旁安抚他情绪：“燕子，你理解一下，农村人就是这样。”王艳这才往客厅走去，嘴里还在念念叨叨。等我收拾完带上来的东西后，我将李欣拉到一边：“欣儿，我这段时间住哪里？”王艳一看又不开心了：“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吗？非要去一边说，做出这副委屈样给谁看？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了似的。”我急忙摆手：“没有，我就是问一下欣儿，我晚上住哪里？”王艳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，冲李欣说道：“行了，赶紧带她去，一会该做晚饭了，我都饿了。”李欣这才带着我往房间走去，我提着行李一路跟在后面，到了最里面的房间，才停下脚步。“妈，你自己收一下，我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收。”我推开门，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，房间都落了灰，角落里有一张行军床。“欣儿，这怎么住人？你们不是3室2厅的房吗？其他房间也没有人住。”王艳扶着腰，语气尖酸：“哦哟，你还会挑吗？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不要住吗？我爸妈在月子期间过来看我，不要住吗？你自己抠搜的，就买了这么个小破房子，现在知道不够用了。”我无奈地说道：“这个房子已经花光我全部的积蓄了，你有在这里和我争的时间，不如早点收拾收拾。照你这磨磨蹭蹭的速度，我猴年马月才吃得上晚饭。”王艳抚着肚子，转身往客厅走去。“妈，要不你先去做饭吧。”李欣将我拉去厨房，忙碌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炒出2个荤菜。“妈，我先把菜端出去了。”李欣进来将菜端上桌，我手上动作没停，应道：“好嘞，你们饿了就先吃，我把青菜和汤做好就来。”等我出去时，李欣和王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盘子里剩下零星几根菜。“怎么这么慢？饭都吃完了，汤才做好。”王艳一脸嫌弃，
鲫鱼汤就是熬的酒，饭后喝汤正好。来，燕子，喝汤。李欣端起碗，用勺子喂到王燕嘴边。嘶，你要烫死我呀！王燕将碗打翻在地，李欣着急忙慌地去拿拖把，然后递到我手上。妈，你处理一下，我去照顾燕子。最后这场闹剧以我吃冷饭冷菜而收场。我撑着疲惫的身体开始收拾杂物间，王燕这也不让我拿出去，那也不让我拿出去。收拾完后，房间也就只够放下一张行军床的空间。等我忙完，时间已经是晚上12点。原本坐了一天的车，全身就酸痛无比。回家又是一通干活，这会感觉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我躺下，透过窗户看着外面车来车往，丝毫没有睡意，脑海里都是从前李欣孝顺的画面。他小时候看我摆摊卖早餐辛苦，我凌晨起来搓面粉，他也起来帮忙。欣儿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，这里不用你帮忙，只要你考上大学，妈再苦再累也值得。他红了眼眶，哽咽道：妈，我一定努力学习，将来考上好大学，进大公司，买大房子，你以后只管享清福就好。好，妈等着享你的福。从那以后，他比从前更加努力，成绩也越来越好，最后如愿考上了985大学，进了世界500强的公司。他面试成功那天，我带着他去看了老头。我在老头坟前絮絮叨叨了很久，我以为我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他认识了王燕。从那以后，他每个月的工资是花的一点都不剩，有时候甚至还要找我拿钱。没过多久，两家商量准备结婚。王燕家要求18万8的彩礼和一套4居室的房子。我拿出这些年的老本，又找亲戚东拼西凑，才勉强够彩礼和这套房一半的首付。第二天，餐桌上，王燕一直冲李欣使眼色。妈，你夹菜用这个公筷。李欣进厨房拿了双筷子递给我，我气得手都发抖。他们的筷子就可以在菜盘中来回搅动，我用自己的筷子夹个菜就不行了。王燕见我没有接李欣递过来的筷子，她将手中筷子啪的一声重重放在桌子上。妈，毕竟你年纪大了，也不知道身上有没有什么病，我没有让你和我们分开吃都算不错的了。为了我们大家好，你还是用公筷吧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我能有什么病？谁知道又没去检查过，还是注意一点好。他撇撇嘴，毕竟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呢，你就算不为我们着想，也得为你的孙子孙女着想吧。我看了看李欣，他坐在一旁默默吃饭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我拳头捏紧又松开，忍了又忍，最后一字一顿道：那以后我们就分开吃。这日我照常出门去买菜，最后提着菜篮子和一个纸箱回了家。刚进家门，王燕便粗声吼道：你干嘛又捡垃圾回来？这不是垃圾，我在门口跟超市老板要的，干净的，杂物间的东西太多了，我用纸箱归纳起来，这样我睡得也能宽敞点。我管你捡的还是要的，我们家里不要拿这些东西进来，赶紧丢出去。他说完就要上前来抢我手中的纸箱，结果一不小心被脚下的垫子绊倒，他整个往后倒去。啊！他摔倒在地。这一切发生在分秒之间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紧着着他就见了血。我赶紧拨打急救电话。到医院后，医生说已经有大出血的迹象，可能要剖腹产。我给李欣打去电话，很快他就赶到了医院。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说了之后，他额头青筋暴起，语气恼怒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顺着一点他，这下好了，大出血，你真的成事不足。
败事有余，我要是早知道他会摔倒，我不就不拿回去了吗？我也忍不住加大音量，都是意外，你冲我发什么脾气？他狠狠瞪了我一眼。你说老家房子塌了，住不了。好，我顶着压力接你上来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我白天要上班，下班回家还要面对你们这一地鸡毛。我一巴掌打在李欣脸上，说出口的话都带着颤音。李欣，你简直没良心！每次你媳妇对我挑剔来挑剔去，我有说过什么？不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她？我懒得和你争论。李欣说完，转身去手术室外面等着。我站在窗边没有动，只觉得内心失望至极。2日后，王艳出院。这2日因为王艳不待见我，我除了将汤送去医院，剩下的时间都在家。开门声响起，我起身去到门边，我还没见过孩子面呢。门口除了王艳，他爸妈也来了。燕子回来了，亲家母亲家公也来了。我招呼道，他们一家5口其乐融融，互相交谈，似乎都没有听见我说话。我局促地站在那里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亲家母抱着孩子，小姑娘红彤彤的，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我忍不住想上前去逗弄一番宝贝，剩下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便被王艳打断。孩子刚出院，还很脆弱，你身上有细菌，不要乱摸，等下把孩子传染了。我瑟瑟地缩回手，妈，你去泡点茶，削点水果来给爸妈吃。李欣将我拉去厨房，当我削好水果，准备拿过去放到茶几上时，李欣一把从我手中接过果盘，走到客厅。爸妈，吃点水果，你们这么远赶过来辛苦了。我顿时心里五味杂陈，李欣这些年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紧接着，亲家母从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来，塞进王艳手中，希望我们宝贝健康成长。王艳一脸高兴，挽着亲家母的手，谢谢妈妈，爸妈对我最好了。说完瞥了我一眼。我一个人在厨房忙活半天，做了一桌子菜。等我忙完出去时，他们已经吃完了。妈，你今天这个牛肉烧得太软了，没嚼劲，这个鸡汤太淡了，燕子根本就喝不下去。李欣一边剔牙一边发表意见。我看着那一盘原本满满当当的萝卜烧牛肉，如今只剩下汤汁，可能是我做的太少了吧，所以不好吃都能吃完。汤锅里就只剩几块鸡脖子和见底的鸡汤。我笑笑没有说话，随便加了一点青菜，吃完便转身进去洗碗了。正在洗碗，亲家母忽然进来，站在旁边。我说，亲家母，你这也太不讲究了，怎么能把碗都放进锅里洗？这多不卫生，要放在外面用水冲洗。哦，那你来教我洗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洗给我看看，不然我学不会。他听见我这样说，急忙往外走去，坐在客厅里，还不忘和王艳、李欣诉苦。李欣，我说，你妈脾气也太差了吧，做饭洗碗都不讲究，那个铲子都没洗干净就挂上去了，下一顿又继续炒菜，真是不能看她做饭，不然都吃不下去。要是她这样照顾燕子1个月，我哪里放得下心来？妈，你留下来照顾我吧。王艳挽着亲家母的手撒娇，李欣也忙不迭地附和。洗完碗，扫完地后，我还是包了一个红包给王艳。我将红包递给她时，她半天没有接过去，撇撇嘴就给我这么一点，打发叫花子呢。我妈一个当外婆的，都给的比你多，你也好意思？燕子，你知道的，妈没什么本事，能给你们的我都尽量给了，多的我实在没有了。我苦笑道。她最后还是把红包接了过去。自从亲家母留下来，简直就是我噩梦的开始。不仅要照顾王艳和孩子，
还要管亲家母吃喝拉撒，而亲家母只需要给王艳提供情绪价值即可。月子第8天，王艳没有奶水，又怕痛，便不肯再给孩子喂母乳。我耐心劝导燕子，孩子还小，就算要完全喂奶粉，也得等再大一点，还是母乳更有营养。你懂什么？少多管闲事。他不耐烦地说道。亲家母也在一旁帮腔：“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痛，你没看燕子这2天多痛？婆婆就是不如亲妈。”不是，还没出口的话被打断。你烦不烦？自从你来了，搞得我每天心情都不好，怪不得没奶水给孩子喝。你害我摔倒早产，我没有找你麻烦，你反倒管起我来了。王艳大声地吼道，将手边能摸到的东西全部往地上砸去，一阵噼里啪啦，孩子都从睡梦中吓醒了，哇哇大哭。这时李欣正好下班回来，孩子也哭，王艳也哭。亲家母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完来龙去脉，李欣脾气一下就上来了。自从你来之后，这个家就被你搞得鸡飞狗跳，接你来是来帮忙的，不是让你来添乱的。我累一天回来，还是冷锅冷灶的，还不如不来。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吧。我气得浑身颤抖。走？我为什么要走？这房子我也是出了钱的，你扪心自问，我来这些日子，给你们当牛做马，还讨不到半点好。现在说要我走，我就得走，还不能够？李欣上前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你看看别人的妈，哪个不是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当当的？哪个不是给孩子全款买车买房？你倒好，连给我买个房子都只出首付。燕子生孩子，她妈妈都知道包12000，你呢？1200，你也拿得出手？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她面色通红，狠狠地说道。我仿佛是第一次认识眼前这个人。你这个逆子！我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他脸上。你还是我的儿子吗？他一把将我往后推去，我一个踉跄，险些没站稳。他梗着脖子吼道：“你再打我一下试试，谁愿意做你的儿子了？老公，跟他断绝关系，他都当众打你了。”王艳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道。最后在他们的撺掇下，李欣和我断绝了关系。他们将我的东西全部丢出了门外。李欣啪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将衣服都收起来，装进包里，提着包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，身上只剩2、3千块钱。老家的房子也塌了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在这世上，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。就这样走啊走，我走到桥上，看着下面汹涌的潮水，心里也想过就这样一死了之，又觉得不甘心，辛苦一辈子，起早贪黑的赚点钱，都给逆子做了嫁衣。路过了彩票店，我进去买了2注彩票。老板笑呵呵地将彩票递给我，祝你好运，多谢老板，借你吉言。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刚出彩票店，迎面撞上一个女生，姑姑。我抬头一看，眼前正是我的侄女林青青。是我呀，姑姑，好多年不见，你白发都多了不少，就是太操心了。我苦笑道。姑姑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手上还拿着行李，你是来找李欣的吗？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。我被李欣赶出来了，他怎么赶的？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把一切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。姑姑，我在这边也有套房子，就我一个人住，要不你先去我家吧？那怎么好？我摆手拒绝道。姑姑，我爸妈早就没了，我想在他们面前尽孝都没有机会，以后你就拿我当你女儿，我给你养老。最后我跟着林青回了他家，是一套2室1厅的小蜗居，里面布局温馨，有家的温暖。2日后，林青手中拿着一张彩票，调侃道：“姑姑，没想到你还有买彩票的爱好，
差点被我丢进洗衣机洗掉了。你差点与千万富翁失之交臂，我做事要打他好啊，你都调笑到我头上来了。不敢，不敢。接着他把彩票递给了我，我拿着彩票，随意的放在茶几上，闲着没事，随便买买。那我在网上给你查查，看你中没有，多半都没有，哪有那个运气？我淡淡道。接下来就是一阵沉默，我躺在沙发上发呆。啊，吓我一跳！我从沙发上坐了起来。姑姑，你发财了呀？你中了几千万呢？不会吧？我凑过去看手机屏幕，我们核对了好几遍之后，才发现这是真的。我掐了一把大腿，痛感也是真的。我居然一跃成为千万级富婆了。林青紧紧地抱住我姑姑，我可要好好抱紧你的大腿。这混吃等死的米虫生活，我林青居然也能过上了吗？我俩抱在一起，傻笑到了后半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林青打算去省会城市把彩票兑换了。一翻包包，才发现身份证忘了拿出来。我们又回到李欣的小区，来开门的是王艳，她双手交叉在胸前哟。我当是谁呢？在外面找不到地方住，又巴巴地跑回来了。我回来拿身份证的。说完，我径直往房间走去。他将我挡在门口不让进，谁知道你等下进来了，还会不会出不出去？就在我和王艳争执不下时，李欣从房间出来了。燕子，怎么了？你妈说没带上身份证，回来拿。李欣瞟了我一眼，在哪里？我去给你拿。林青本来身为外人，不好说什么，实在看不下去。李欣，你也太不像话了。姑姑好歹是你妈妈，李欣不屑地说道，管你什么事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这么维护她，让她当你妈，你好好孝敬她不就行了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林青怒不可遏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内心没有什么波澜。我拉了拉林青青儿，没事，她不认我就算了。李欣，我的身份证在行军床旁边的柜子上，你帮我拿一下。等着。他不耐烦地往房间走去。1分钟后，他将身份证啪的一下甩在我身上。还有什么没拿的？赶紧一次性说出来，不要下次又找借口来。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应付你。放心吧，以后你求我回来，我都不会回来的。我淡淡一笑，带着林青直奔彩票中心，整整7620万，真是做梦都不敢想。这泼天的富贵居然轮到我了，有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，连空气都变得清新了起来。第一件事就是去换套大平层的房子。刚踏进楼盘，一名销售上来接待我们，他上前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楼盘情况。林女士，这楼盘是绝对值得入手的。我点点头，我今天先随便看看，不着急买。没事的，林女士，买房毕竟还是大事，肯定需要考虑清楚的。就瞅他这态度，必须得买呀。就这样，我全款拿下了一套200平的大平层。原本我提议让林青辞职，带他出去旅游一趟。林青说他还年轻，工作不能丢，等忙完这段时间再去旅游也不迟。现在有了本钱，等有合适的机会，他打算创业，毕竟钱总有一天会花光的。我欣然同意，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。3个月后，我们搬进了新家，宽敞又明亮，还有大大的落地窗。林青的个人工作室也开起来了，我时常去他工作室帮忙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这样我的生活也过得充实。这天我逛商场，林青快过生日了，我打算送他一个包包。好巧不巧，王艳是这家店铺的导购，她见到我眼睛都斜到天花板上去了。这种店铺也是你们能消费得起的，给你孙女包1200红包的事，你忘了？我没搭理她，继续逛着。
随手拿起一个包包，他咻的一下冲到我面前，将包包抢了过去。你不要把这摸脏了，摸脏了你又买不起，我卖给谁？你们经理呢？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我走到休息区坐下。女士，我是这家店的经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女士走了过来。你们这家店是看人下菜碟的吗？我看了一下那个包包，这位导购就说我买不起，不要碰。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我就只好投诉到总部去了。我慢悠悠地说道：你本来就是个穷鬼，1、2万的包包，你能买得起？王艳还在旁边不甘心地说道：闭嘴，跟顾客道歉。职业女士厉声道。王艳这才一收刚才嚣张的嘴脸，我说的没错。王艳，你工作态度是越来越差了，我看有必要让你休息一段时间，反省反省了。王艳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纠结半晌，还是低声说道：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女士，不好意思，这边会严肃处理，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不好意思，影响你的心情了。你这边可以继续购物，我去处理。我点点头。最后我买了2个包，经理过来说已经将王艳解雇了。几天后，我和林青逛完街回到小区，刚到门口，门口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王艳和李欣，他们要进小区，被保安拦在了门外。一看见我，王艳就大声质问老妖婆：你哪来的钱买2个包，还能住在这高档小区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，把我工作搞丢了？你孙女和儿子要喝西北风去了，你却一个人在这里过潇洒日子。妈，我的工作丢了，现在就靠燕子的收入，这下好了，你要管我们的生活。李欣也在一旁附和道。原来李欣因为玩忽职守，也被公司开除了。我嗤笑一声，自己狗眼看人低，做不好工作，怪得了我吗？你2位没有发烧吧？怎么大白天的就开始说梦话了？我管你，你是我儿子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幻想是病，要早点去治。说完，我就转身进了小区。王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哭天抹泪。大家都来看看呐！婆婆故意让我丢掉工作，还不认我们，她宁愿带着别的不相干的人一起住大房子，都不管我们的死活。这是要逼我带着孩子去死啊！围观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，都是站在王艳这边的，无非就是指责我过得好，住大房子，都不愿意帮儿子儿媳。我懒得理他们，和林青继续往楼上走去。没过一会，他们就被保安撵走了。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结果有好事的业主拍了视频，传到业主群，更有甚者，传到了社交平台。如今这种自媒体时代，只要有一点新奇的新闻，立马就会传到全世界都是。我被网友扒了出来，因为中奖才会一夜暴富，暴富后却不管李欣、王艳的死活。我也试图解释过，可网友们根本不信，他们只信自己看到的。王艳、李欣同时开直播，在直播中哭诉卖惨，收获了好大一波同情和打赏。他们似乎还不满足，一直在消费我。网友们对我口诛笔伐，幸好我们住的高档小区，不然住的地方也免不了一场浩劫。工作室的业务也一再下滑，我们索性先关门一段时间。刚好这么久以来都没有好好休息过。林青这天在玩手机时，发现手机里有一段视频，正是他们不认我的视频，是我们一起回去李欣小区那天，他不小心拍到的。我将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上，舆论风向很快就变了，全都倒向我。他们的直播间骂声一片，之前我承受过的所有，都一一回报到了他们身上。知道这一切后，我内心无悲无喜。彼时我们工作室已经正常营业了，
托他们的福，我黑了又红，如今连工作室的业绩都带动了不少起来。李欣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来找我，一见到我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以前是我对你不好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。”他一直不停地抽自己耳光。我坐在旁边，悠悠地喝着茶，别做梦了。你赶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再回去。你怕不是为了我那点彩票钱吧？这钱你想都别想，我一分都不会留给你。他尴尬地停了手，拉着我的衣角：“妈，你看在这么多年我们相依为命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我现在被网暴，工作也找不到。之前直播，我们收了合作方的钱，现在要求我们赔偿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妈，你救救我！”我站起身，将衣服从他手中扯了出来。你现在知道来求我了。当时你在网上给我泼脏水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有今天？你把我赶出家门时，有没有想过，在这偌大的城市，我举目无亲，该去哪里？我可不是什么圣人，喜欢以德报怨。我这个人就喜欢以牙还牙，赶紧滚出去，别让我喊人动手！死老太婆，你给我等着！他气急败坏地吼道。接下来的日子都过得很平静，我依旧在工作室做模特，和林青时不时地去郊区旅游一圈，早就把李欣和王艳的事抛之脑后，不知道他们攀上了谁。网上再没有他们之前的事，他们又回到大众视野，开始直播带货。经过之前的事，他们也算是小有名气，所以直播间的人数一直都还不错，就是卖的产品比较杂。同时，他们也代理了其他摄影工作室，以低价迅速地抢占市场。最近我们工作室的业绩就受了影响，毕竟价格不占优势。林青每天愁得不行，姑姑，你说照这样下去，市场都被他们搞坏了。青儿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如今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实在不行，你还有家产可以继承。我调侃道：“哎呀，姑姑，我在和你说正事呢。”林青挽着我的手撒娇：“青儿，你一心创作就行了。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学，总是学不像的。时间长了，顾客都知道。”经过我开解，林青一心投入创作当中，也不再纠结于此。这日，我和林青去周边郊游，他顺便找找灵感，却碰见了王艳和一个陌生男人。我和林青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，最后发现那个男人竟是我们市的企业家，在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怪不得李欣和王艳能这么短时间将舆论压下去，还付出带货，看他们举止亲密。我的好大儿头顶有一片青青草原，他知道不？呸呸呸！我还担心他干嘛？我偷偷拍了2张照片，就和林青离开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工作室推出了新品，虽然我们价格没有优势，架不住我们有创意，效果好，服务好，工作室的业务比低谷时期又有所上涨了。我和林青去火锅店庆祝，结果又遇到李欣，她戴着墨镜，穿着豹纹外套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排场十足。哟，还有心思来吃火锅呢？我要是你们，恐怕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吧？老太婆，你看走眼了，你看你不帮我，我还是成功了。现在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就考虑考虑放过你们工作室，不然的话，我要你们工作室3个月之内给我消失。哟，你中午吃什么了？口气这么大。林青用手在鼻子前面扇来扇去，不会是靠你这张嘴吧？一张一合就把我工作室封杀了，我好怕怕哦。林青一脸涩涩的表情，做事要往后面躲。林青，他做事抬手要打林青。我起身反手给他一巴掌，
头都打偏了。他满脸不敢置信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居然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，你才是那个外人，不孝子，后院都着火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里跟我放狠话呢？我拿出手机上王艳的照片给他看，李欣这一下炸了，怒气冲冲地往家赶去。当李欣回到家时，发现王艳不在家。他想起早上王艳给他说去泉水酒店谈合作了，他转身去到泉水酒店，刚好看见王艳挽着企业家的手，一路有说有笑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拳将企业家打倒在地。狗男人，居然敢招惹我李欣的女人！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企业家不甘示弱，你个没用的软饭男，还好意思打我！两人在酒店门口互殴起来，王艳在一旁劝架，两个人同时对他说：“滚，一会再收拾你。”最后还是酒店的保安来，才将两人分开。最后企业家将王艳甩了，他说王艳连家里的这么点事都处理不好，还让李欣找上门来，以后也不用合作了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刚进家门，李欣一巴掌摔在王艳脸上：“小贱人，你背着我干的好事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还要在外面给我瞎搞，我为了你把我妈都赶出去了。”王艳扑上去和他厮打在一起，还不是你没用？但凡你争点气，我哪里还用去找他？你个废物！你自己和你妈不对付，现在你妈发达了，你后悔了就来怪我。我倒了8辈子的霉才会嫁给你，离婚，我要和你离婚，离就离，我怕你还不成。最后两人为了争家产又打了一架。王艳早就哄骗着李欣，将房子过户到他父母名下了，存款也在王艳父母名下。李欣最后什么都没得到，净身出户。王艳将他的几件衣服收好，扔到门外，就像当初李欣扔我的行李一样。李欣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居然来到了我们家门外。他颓废地坐在地上，衣服歪歪扭扭地挂在身上，满脸伤痕。看见我出电梯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抬头看我时泪流满面。妈，我无处可去了，王艳那个小贱人把我赶出来了，你收留收留我吧。妈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，我早就没有你这个儿子了，我们不是早就断绝关系了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妈，我真的错了，你看在爸爸的份上，你原谅我一次，就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别给我提你爸，你不配，滚开！是个男人就别在这里哭哭啼啼，让人看笑话。我一脚将他踹到一边去，别挡着我的路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后来听说李欣去找王艳，他提出孩子和直播账号，他必须要一个。结果发现王艳已经和他的同学刘琳在一起了。王艳一脸不屑，将亲子鉴定甩在李欣脸上：“孩子不是你的，是刘琳的，账号你也别想要，这是我去争取来的。”结果李欣失手将王艳打成重伤，王艳下半生就只能在床上度过了。李欣因为故意伤人判了刑。听到这里，我也是一阵唏嘘，没想到他们最后是这样的结局。人还是要心存善念，善恶终有报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是远近闻名的淘气包，因为战绩太过辉煌，吓跑无数相亲者。正当我妈长吁短叹感慨我要砸手里时，老公如天神一般出现了。只因媒婆说他家里父母都是远近闻名的人，正需要我这样的去中和一下。没人没说他家怎么个文明法，但我妈了解我，我绝不会吃亏。又看丈夫儒雅少言，觉得肯定不是我的对手。结婚那天，爸妈牙花都快笑裂了，给了不少陪嫁，全家只剩我家宝财对我摇着尾巴，耷拉着耳朵，表现出一点不舍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，
结了婚我也会常回来，骑电车20分钟就到家了。周围的人群哄堂大笑，爸妈赶紧塞我上车，生怕晚1秒我就跑回来似的。媒婆拿着上车礼，还没给我，看着已经被爸妈塞进车上的我，风中凌乱了。结婚第1天晚上，婆婆就扭着腰，把丈夫赶出去，要和我谈谈心。我知道，终于开始了。妞啊，看你就是个懂事的。不，我一看就是个不懂事的。在我们那片远近闻名，相信您也知道。她噎了一下，换上笑脸再开口：“你看我家娶你也花了不少钱，都是借的。不如你先把彩礼嫁妆给妈保管，先把欠款还上。等以后和你爸百年了，家产都是你的。你们现在都借钱娶媳妇了，还指望等你们百年给我们留家产？妈，这大饼画的，冰箱都装不下了。”婆婆气了，叉腰大骂：“不交给我保管，别叫我妈！”我比她还生气，一把拽过客厅的丈夫，一个耳光甩上去：“结个婚，你让那个外人来咱家干什么？你亲妈呢？还不赶紧送阿姨回家！”老公懵了，闹了一晚上的结果就是，丈夫顶着2个黑眼圈，早上没人出来做饭，屋里还是结婚时候的一片狼藉。老婆，我妈说，结了婚你就要做饭收拾家务。我一个眼神扫过去，她立刻闭了嘴。给你2个选项：第一，跟我出去吃饭；第二，你自己在家收拾家务，我回娘家吃。坐在早餐店里，喝着香甜的豆腐脑，我才感觉人活了过来。这家人就这战斗力，小意思。吃完早餐，我直接拐带老公去了马尔代夫度假，用的是他的钱。期间丈夫手机没信号，我则是提早办了漫游卡。看着微信里我妈竖起大拇指的表情包，给她回了个羞涩的表情。看来婆家已经上门闹过了，我妈大获全胜，连带表扬了我。等我和丈夫回家，已经是1个月后，家里整洁如新，公婆像是监狱长一样坐在沙发上，等着我和老公。你们回来了，那咱就好好算笔账。公公瞪着丈夫，丈夫连和他对视都不敢。你们每月给我们交3000伙食费，用于买菜做饭。这个家多了1口人，就多1分花销。给你们说过了，为了办婚事，我们老2口可是把棺材本都掏空了，没钱再往里砸。我最喜欢算账了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更何况是公婆，跟我亲个屁！子帆，以前你在家也交伙食费吗？丈夫沉默，不敢看我。哦，原来是多了1个我才要交伙食费呀！看来你们是觉得我吃的太多了，正好我离娘家近，还是回家吃吧。老公经过1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，已经很知道我是他亲老婆这件事，马上附和：“那我也去丈母娘家吃，我娘家做饭就不买菜，不出钱呢，在家当孝子吧。我给丈母娘交伙食费，1月3000。老婆等等我呀！”回家里屁股还没暖热，丈夫就被我带到了娘家。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满意，直到我快生的时候，正和家里商量让孩子随母姓。公婆听到消息，火烧屁股一样上门了。亲家，这是我老王家的种啊，随母姓，我俩的脸还要不要？公公急得脸红脖子粗。可是孩子们一直都是在我家住啊，这跟上门女婿有什么差别？我们能养活小2口，不交伙食费那种，要个惯性权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青青这几个月产检都不少花钱，都是我们老2口出的呢。我妈说完，横我婆婆一眼，直接去了厨房。公婆2个人被噎得说不出来话，盯着老公想让他说2句，老公直接去厨房帮我妈摘菜去了。婆婆那是气得个七窍生烟，只能带着大包小包礼品再次登门道歉。
给了老公5万块产检费用，老公当着她的面给了我，于是眼前怪异景象就出现了。我妈乐得合不拢嘴，婆婆气得嘴都歪了。刚生产完，婆婆抱着孙子爱不释手，天天像是喂牲口一样给我做各种油腻餐食，吃得我反胃，不想吃她就骂：你不吃也得为孩子考虑吧？你想饿死我大孙子啊？没见过这么恶毒的当妈的，得一顶大帽子扣下来。我本着月子心情舒畅的原则，不和她计较。出了月子，丈夫胖得跟猪一样，油光满面，我很满意。儿子满月礼上，热闹非凡，直到亲戚朋友听到我喊婆婆阿姨，一群人笑着纠正，应该叫妈，怎么能呢？因为我新婚夜没把彩礼嫁妆给她保管，她不让我喊妈呢，我也很苦恼啊。我3分委屈，7分做作，直接让婆婆羞红了脸。婆婆闹了个没脸，回来就骂道：真是死鸭子嘴硬。我说你1句，你顶10句，没一点教养，还是您厉害。我说10句都堵不住您的嘴。你有教养呗？她气得雷沙发，被公公一通骂。你动静小点，不知道孩子还在屋里睡吗？说不过他，还爱找事，真是自己找罪受。公公的话让我听着想笑，又要忍着。这一家的远近闻名，到底闻名哪了？就这战斗力，太弱了吧？孩子刚断奶，婆婆就催着我赶紧去找个工作，赶紧去找个工作吧，整天在家吃喝玩乐当个闲人。我儿子都要累死了，我不去上班，还不都是因为您？关我啥事啊？婆婆气地说：是啊，关您啥事啊？嫌吃萝卜淡操心，真是过了河就想拆桥。您儿子都断奶30多年了吧？怎么不见您找个班上呢？婆婆气倒，看着我吃螃蟹吃得正香，还有老公在一边殷勤伺候，她简直能酸水倒流，腰一叉，吃嫩胖了还吃，吃死吧！你嫩大年纪了，不是还活着呢？你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儿子，你就看着他欺负你妈，你还知道自己是长辈呀？你要不是长辈，一天不知道挨多少顿呢！啊，媳妇打人了呀！老头子嘛，我要被打死了呀！老公剥螃蟹的手顿住了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妈，哭喊着去找他爸，真要翻天呐！我真是家门不幸，媳妇敢对婆婆动手了。公公说着从屋里冲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脚朝我踹过来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嗷！死人了呀！公公一脚踹过来时，我灵巧闪身，他脚踹上了桌角，痛得哭爹喊娘，呈7字形歪了下去。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公公正哆嗦着唇，喊着痛。我和丈夫还有婆婆就像是给他致哀一样，排排站在他床边，听着他呻吟。不一会，从未露面的小姑子来了，公婆像是找到了组织。婆婆拉着自己女儿的手，接过礼物，听到是女婿给买的，愣了我一眼，说：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还是我女婿好，懂事听话。看，拿了这么多礼物来看我们，不像某些人动拳脚，像是泼妇加没良心，眼里没有一点长辈。我擦，这不是在说某人吗？都快指着鼻子骂了。看到一旁低头不语的老公，我一个耳光响亮甩上去，一屋子人都震惊了，该嚎的也不嚎了，都盯着我。你妈说你没听见呐？真是白痴一个，没听你妈说吗？他女婿都给他大包小包带东西了，不带就是不孝，没良心，眼里没长辈，这不妥妥说你的吗？你也是女婿，在岳父岳母家白吃白住几个月，连个毛线都没买过，听到你妈怎么教育你了吧？还不赶紧去买礼道歉去！丈夫被我连打带骂，弄懵了，捂着脸就要下楼去买礼品。被气得嘴角哆嗦的婆婆一声暴吼：你个龟孙，傻孩子，不准去！丈夫站在门口，
眼神在我和婆婆脸上来回逡巡，哪个都不好惹。她无奈抱着头蹲在了门角。婆婆败阵，公公气又上来了。看着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妻女，她梗着脖子喊：“这个恶媳妇，打我和你妈呀！我们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看看你哥，都被他欺负的一点脾气都没了。我和你妈在他手下生不如死啊！”公公连骂带唱，真是声情并茂。真不是这样，我只是拌了几句嘴，我连公婆衣裳边都没挨到。我朝着小姑子解释道：“没有和小姑子相处过，我本能把她往好处想，谁知是我草率了。少在那放屁，想着我爸妈老实好欺负是吧？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没教养的贱女人，让你知道这个家，你算个屁！一个外姓人敢欺负我们姓孙的，真是开了眼了。”说完就撸起了袖子，我眼睛亮了亮，这是要开干呢。好久没活动过筋骨了，大好时机呀！可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我和你可是平辈呀，打输了不准哭哟。他一个扫堂腿过来，我闪身一躲，门口的丈夫发出一声惊叫：“啊，我的腿！”说完整个人瘫在我脚边。媳妇，我受伤了，你快点给我叫医生，离死远着呢，滚一边去！我躲过婆婆过来抓我头发的手，侧身一推，她被我推到病床上，不知道嘴上啃到了什么，只听到公公满嘴的呸呸呸声音，老婆子怒气直飙涨，顾不上我去薅老头子头发了。小姑子眼看我没吃到亏，只有他家人受伤的事界达成了，整个人气得像是癞蛤蟆，脸都鼓了起来，拽着我的胳膊冲进病房的卫生间。林青，你去吃屎吧！一脚踢上卫生间的门，把丈夫的哭喊隔绝在门外。老婆，手下留情啊！留个屁！小姑子本来想把我按进马桶里，仗着自己长得高，长得胖，谁知硬是没压弯我一点。就这点力气吗？再用点劲啊！我鼓励她，她脸都涨紫了，也不曾把我往马桶那边移动一分。你真没力气，吃屎的可是你了！她突然惊恐地睁大了双眼，看着眼前的通便器，这还是早上，你爸现拉的呢，尝尝新鲜不新鲜？啊！你拿开！你个贱货！你把这东西离我远点！那怎么行？吃屎这个主意还是你出的呢？多好的点子！好好享受吧！通便器在他脸上划拉一遍又一遍，他整张脸又臭又骚。我玩累了，小姑子也瘫坐在马桶边，一边哭一边呕吐，真是好可怜。门外捶门声不断，一把拉开卫生间门，那对母子就站在我脸前，看着我身后小姑子的惨状，睁大了眼。妈，打死他！他欺负我！哥，揍他呀！你们怎么不动？两尊泥塑像是没听到自己亲人的哭喊，婆婆则是彻底惊了。丈夫看我抬手，马上抱着头，打了他可不能打我了呀！媳妇，我只是想打个哈欠，有这么恐怖吗？哦，手上真臭。身后小姑子的哭声异常凄惨，我都不忍再听。我拽着老公就准备走，老公却反应过来，我爸受伤了，不得在医院照顾吗？你没听你爸说，在我手里生不如死啊？我一个外姓人，哪有自己人照顾得好？屋里不现成有个孝顺的本姓人吗？病房里三个人呆的呆，哭的哭，就这么看着我拽着老公，把他扯走了，打了一架，通体舒畅。自从结了婚，我妈让我收敛，好久没这么玩过了，还得感谢婆家，怪不得我妈说嫁人了，才知道嫁人的好处，自己人果然不骗自己人。丈夫中途去过一次医院，说小姑子在医院蓬头垢面，黑眼圈几乎要垂到鼻子，看着憔悴了不少。还好病房是单人间，能容一个人休息。只见婆婆偶尔回来拿换洗衣物，
小姑子连娘家的地都没踏进半点，真是有眼力见。终于，小姑子受不了了，在婆婆哭求挽留下，甩下自己亲爹亲妈跑了。果然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。小姑子跑后，公婆让丈夫在医院照顾一阵。丈夫说他还要上班看孩子，公婆说我没工作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，真是个废物。我怕前脚走，后脚轻轻就敢让儿子去练单杠。公婆想起前一段时间的英勇事迹，偃旗息鼓，灰溜溜办了出院。出院第一站就是到我家打报告。他们前脚到，我后脚就抱着孩子，领着老公回娘家。一个老太婆憔悴不堪，一个老头子打着石膏，看着要多凄惨有多凄惨。连我爸给他们泡茶的手都抖了抖，看着我的眼神意味不明。我撇撇嘴，不关我事。亲家呀，你家女儿太厉害了，把我全家打了个遍啊。婆婆一开口就是哭嚎，我妈捂着半边脸，想笑不敢笑，忍得很辛苦。你看看，把我们两个老的打成什么样了。公公附和，我爸倒是冷静，一个眼神盯得在丈夫打了个寒战。我爸想抽烟，看看自己外孙，又把烟塞进盒子里。你们确定是我女儿动的手吗？我老两口都成这样了，你还不相信吗？公公粗着脖子吼：孙子番，我女儿真的对长辈动手了吗？如果是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她。如果你说谎话诬陷她，等我们弄清楚事实后，我女儿以后和你也没什么关系了。你想清楚再说。一时间，全家人视线压在丈夫身上，他哆嗦着唇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他爸妈，再看看自己儿子。在我以为他要拔腿逃跑时，他开了口，轻轻没有动手，他就是和我妈吵了几句。我爸出来踹他，他躲开了。我爸踹上桌子，受了伤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公公气得破口大骂。我爸淡笑不语。我妈拍着婆婆胳膊，亲家公说这话，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吃里扒外？孙帆维护自己媳妇，能叫吃里扒外？你们当长辈的也真是，大老远跑过来诬陷我女儿，还有点长辈的样子吗？我妈佯装生气的样子，我简直想为她点个赞。婆婆哭得更大声了。我早知道林青这样，我妈急忙打断她的话：女儿已嫁，概不退货。我看着自己亲妈急慌慌的样子，不觉翻了个白眼，被老公紧紧拉住手。这个傻瓜，孩子都有了，公婆就算是想退货，我也是拐带他儿孙一起走，看谁损失更大。公婆哭丧着脸走了，婆婆的哭声尤其凄惨，惹得我妈都心疼了，点着我的额头：林青，你给我收敛点。两老回到家萎靡了一阵，又开始就态萌发，整天看着我不顺眼。可是经过了上次的战争，两个人也只是耍耍嘴皮子了。比如现在，他看着狼吞虎咽的儿子，摸着他猪头一样脑袋，居然满眼心疼的在感慨：你说，你们结婚了这么长时间，居然没把我儿子喂胖一点。我儿子真是可怜。丈夫有点猛，停下了进食的嘴。我笑笑看着因为住院瘦了不少的公公：哎，您和公公都结婚几十年了，也不见您把他喂胖呀。我哪有您道恒深，喂不胖也很正常。知道自己亏待自家男人了，还不少吃点。你看你，吃虾专吃肉，虾皮才是最有营养的。说罢，看着我面前一堆的虾皮，气得胸膛起伏。毕竟是我丈夫的亲妈，气坏了可怎么好？我知道这有营养，这不特地给您留的吗？年纪大了缺钙，来，多吃点。说罢，我就把自己吃剩的虾皮一股脑搓了，放进婆婆碗里。末了还叮嘱餐桌上的两个男人：有营养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给他抢啊！
这是我特地孝敬婆婆的。妈，您慢慢吃。桌上的2个男人一言不发，婆婆气得薅住公公一顿摇晃，又拍了老公脑袋，真是净打自己人，有眼色极了。从此，我感觉婆婆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吃人一样。果然，什么把彩礼嫁妆给她，她就当我是亲生女儿，都是骗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1分钱也没给。眼看正面交锋失败，婆婆开始侧意包抄，借着我婚前就是我们那一片混世魔王的名头，在附近把我魔化得像是个天天折磨她的坏媳妇。本来我就名声在外，不在乎这点议论，有的小孩拿着石头砸我后背，我直接捡上10块石头，一个个扔出去，看他们抱头鼠窜的样子，很是畅快。婆婆眼看我没吃亏，老毛病又犯了，不停嘴欠，收拾着家务，自己气得一肚子气，嘴上骂骂咧咧。我做儿媳妇的时候，什么活都干了，伺候婆婆，照顾老头子。现在的儿媳妇就是懒蛋一个，整天好吃懒做，等着被伺候，啥也不干。我看着气鼓鼓的婆婆，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勤勤恳恳做家务，真是活也干了，也不落下一点好，真是得不偿失，只好好言安慰她：“你命苦啊，幸好我命好，生在新时代，不如这样好了。你重新再嫁一次，没准比我命还好，毕竟时代不同了。你啊，我杀了你，长久的落下风。”她有点疯癫。我看着操刀向我挥来的婆婆，有点惊了。不是吧？刺激疯了？几句话不至于吧？这好歹是孙子帆的亲妈呢。虽然空手夺刀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婆婆眼里切切实实的杀意，让我有点心惊。半晌，婆婆躺在地上，只剩出的气，没了劲的气。我赶紧打了急救电话。医生的话让我们几个人沉默了半晌。婆婆长期压抑，患上了狂躁症加轻微的抑郁症。听到这些，我看丈夫看我的眼神明显变了。医生说老人家要保持好心情，少劳累，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都顺着他，把他当老佛爷一样供着。公公回去时把拐杖摔了，气得胡子一翘一翘，给自己闺女打电话：“女儿，你妈被你嫂子气得精神病了，你赶紧回来。这个家，我们4口姓孙的，还能让一个外姓人欺负了？”我听不到小姑子说什么，但看着公公脸色，也不是什么好话。一会儿在公公的怒骂声中才知道，小姑子很识相，说自己是泼出去的水，吃自家饭，管自家事，娘家的事以后都是哥哥的，别去找他。看来上次的那顿屎是吃明白了。在医院照顾公公那么久，也被医院消毒水洗干净脑子了，知道自己的位置。公公刚开始骂小姑子，后续就开始骂自己儿子，说自己儿子没用，娶个媳妇回家连家务也不做，班也不上，还不孝敬老人。他们2老怎么这么命苦啊？丈夫被自己亲爹批评得狗血喷头，这下家里连个做饭的人也没了。在我第3次往屋里拿外卖时，被婆婆一把夺过去。我以为她要吃，就想着自己再点1份，谁知道她使劲甩在地上，吃，就知道自己吃饱，全家不饿。你不会买菜做饭，不会伺候公婆呀？家里荤菜基本都是我去买的，什么叫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？我买的菜，你做的饭，做好只有我一个人吃了吗？你们都在一边看着，既然医生让他休息，我自己点个外卖也有错了。感情这老2口是要逼着我伺候他俩呀？你还敢跟我犟嘴？看我不拧死你！说完还真的上手，准备拧我的脸。我刚要抬手，被身后丈夫一把抓住手，拉到一边。林青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敢跟我妈动手。
我看错你了，我简直冤枉。我只是想挡一下，谁知丈夫根本不听我解释，给我妈道歉。你看你把我妈逼成什么样了，还跟老人家动手，她就是砸你个外卖怎么了？婆婆一看儿子终于硬气起来，给她撑腰了，马上更加神气。结婚前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你看把我家祸害成什么样子，还说自己买菜给我们吃，还不是用的彩礼钱，花我们的钱给我们买菜，他还委屈上了。婆婆一口气说完，自己累得直喘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既然不上班，就在家带孩子，伺候公婆，不然就给我滚蛋！我看就你这破名声，出了我家门，谁还敢要你？老太婆看有人撑腰，这是突然崛起了呀！你那么嚣张，是有动物协会保护你吗？真是风油精喝多了，净说风凉话。我是嫁给孙子帆当老婆，又不是给你全家当保姆。一番话说的婆婆摇摇欲坠，丈夫扶住她，才勉强站稳。丈夫赶紧拿来氧气瓶。我看着在沙发上吸氧的婆婆，丈夫看我的神情和那天在医院如出一辙。林青，过来给妈道歉，你已经触及我底线了。做个家务怎么了？用得着你这么刺激老人？你嫁过来这么久，不是我妈一直做家务吗？连我爸住院，你都没帮一点忙，还打了我妹妹。对，儿子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和你妈才是你的亲人，就得让她在家伺候老人，哪有老人伺候晚辈的？不像话！公公也凑上来了，我成了全家人的公敌。我收拾东西打包回家时，那一家三口就在沙发上，看着我抱着儿子拎着行李箱走了就别回来。我看哪家的媳妇因为不做家务离家出走的，用这招威胁我们，你还嫩着，老娘早多少年都用过了。我一脸佩服地看着婆婆，丈夫欲言又止，被公公一掌拍过去，不准去接她。我年轻时候就没少去接你妈，都是瞎闹腾。林青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家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丈夫目光闪烁，我懒得理他，抱着儿子就回娘家了。这一家人等着我主动服软回去，伺候他们。谁知道等来的却是我的离婚协议书。我妈再三问我想清楚没，我当然想得很清楚，冲她狡黠一笑，当然想清楚了。以前是冲着丈夫能调教才凑合过的，反正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丈夫都倒戈了，不和我一心，我还和他们斗个鬼呀！去负刘子得了。期间丈夫来爬过一次窗，递上来的绿本本过了我的眼，很满意，马不停蹄赶他走了，连孩子都没让他看一眼。婆家收到离婚协议书，公婆第一时间跑来我家闹，要带走自家孙子，还要我退还彩礼。我爸被气得说话都不利索了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丈夫躲在他们身后，一言不发。还是邻居看着闹成这样，好心提醒他们，都结婚2年了，孩子都生了，还想退彩礼，真是法盲。2个人站在那，想到自己的钱，哭得痛心疾首，讲理不过就动手抢。儿子被他们扯着腿，疼得哇哇大哭，我心疼坏了，想要踹他们，又看到孙子帆，忍了。我可是精神病，真伤着你儿子。也没罪，你不把孩子给我，我老婆子就是死了，也死你家门口，喷你一脸血，让你夜夜做噩梦。孙家父子惊了，看着婆婆，以为她犯病了。我也惊了，这么下去，真要出人命。最后，我看着哭得不成调的儿子，松了手。一家人像是战胜的公鸡，抱着孩子走了。爸妈怕我伤心坏了，在一边给我打气，说一定帮我把孩子抢回来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拿上墨镜，朝他们挥挥手，千万别让我体验几天单身生活吧，我要潇洒。
我要快活，哈哈哈！女儿这怕不是被刺激疯了吧？瞎说什么呢？孩子开心，总比咱在嚎啕大哭强吧？咱女儿那心脏，她能刺激所有人疯，她都好好的。别说，还是我妈了解我，在国外度假，享受着阳光沙滩、美味的热带水果。国内传来的视频上，婆婆揉着腰，还要给孙子做饭。以前在家都是我带着孩子，她做家务。现在我走了，她不光要做家务，还要带孩子，成了全家24小时的保姆。看着日渐憔悴的婆婆，我充分在精神上表示了心疼。毕竟在她的观念里，男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怎么能让顶梁柱做家务呢？家务都是女人要操持，男人下班回来只管享受好了。看着视频上忙碌的身影，我赶紧喝了口椰汁压压惊。最后一次接到婆婆电话，是在冷静期最后几天。林青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给我认个错，以后规规矩矩当我家媳妇，我就让你回来。不然，你个二婚头，等着老死自己家里吧。我儿子要工作有工作，要长相有长相，离了你，照样找个头婚大闺女。听着电话里底气不足、明显阴弱的婆婆，我简直要笑出声。这才1个月，音调都变了。看来带孩子真不是人干的活。是了，您说的都对，我觉得吧，不止我老公能，你老公离了婚也一样找个18岁的。男人41枝花，80就是双花，厉害着呢。我赶紧挂了电话。没办法，我这人就是嘴上不爱吃亏，老太婆在被我气得神经错乱。可是麻烦，那谁给我带孩子？自从离婚后，爸妈怕我难过，赶紧提前交给我一笔巨款，我眼睛都瞪圆了。女儿啊，你别担心，就算你一辈子不结婚，爸妈也养你，也养得起，别难过。孩子，婚姻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。我感动得两眼眼泪泡，觉得欺骗自己爸妈实在太罪过了，就一股脑把实情说了出来。结果到我手上还没暖热的银行卡被夫妻俩夺走，并对我进行了男女混合双打。啊，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爸，你别打我屁股啊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的尊严啊，你有个屁的尊严！眼看婆家因为带孩子闹得鸡飞狗跳，今天婆婆追不上孙子摔了一跤，明天公公没哄好孙子，被婆婆一顿骂，整个家乌烟瘴气。他们就想赶紧给儿子找个对象来接手这一摊子，至少能做个家务，带个孩子。可是没人上门看了眼情况，介绍的几个连二婚的都看不上这条件，更不要说还有个小子要养。孙子帆被几次相亲严重打击了尊严，整天垂头丧气，像是被抽走了魂。他爸妈吓坏了，突然他发小出现，说省城有好工作，推荐他去看看。这一看不得了，直接攀上高枝了。自此，他爸妈总是带着孩子，不经意间转到我家附近，开始大讲特讲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子在省城谈了个对象，省里实权部门的姑娘呀，那厉害着呢，比我家上一个强多了。真是，我儿子瞎了眼才找到那女人。等我儿子结了婚，他连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，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专门去给我爸学了一遍，连表情都学了个10成10。我爸笑的手上的烟都抖掉了。不久，还真说是事成了，就是两老一次省城也没去过，街坊邻居都以为他们撒谎。条件那么好的，怎么会看上一个离婚还带着娃的二婚男？老两口费尽口舌解释，生怕给自己儿媳妇招了黑，什么他们不愿意去，怕影响小夫妻独立空间，让人听了不禁唏嘘。孙家这俩媳妇，一个被他们夸上了天，
一个被骂得狗血喷头。要是他们知道了实情，会不会被气死？实际情况是，他们儿子告诉梁老，他在岳父家撒了谎，说自己爸妈也是个小领导，就是怕娶不到人家女儿。而且女方还说要把儿子接到省城养，他怕梁老去了就露馅了，怕到手的肥肉跑了，还说让梁老多借他点钱，撑撑门面。两个老人看着自家儿子把孙子接走，给自己带了不少营养品，赶紧把压箱底的私房钱拿出来，让儿子带给媳妇当彩礼。抱到儿子那一刻，我看着胖乎乎的儿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再看到丈夫递过来的钱，一脸疑惑：“喏，这是我爸妈给新娘子的彩礼钱。”我拿着那沓钱，冒了星星眼，比我结婚时还多。真是嫁了一次人，拿2次彩礼，真是过瘾。我还要感谢他们呢。趁着婆婆给我带孩子，我加紧学习，在那年成功上岸，还是不带孩子，脑子好使。以前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，结果果然是落榜。这次老公也很给力，那么胆小的人，见了我就缩脖子的老实丈夫，在我的逼迫下，和我联手演了一场离婚的好戏。冬日里，我躺在软软的躺椅上，身侧是公婆从老家寄来的车厘子，又大又甜。丈夫洗干净了，摆在我面前，身后是丈夫温柔的手，在替我按摩肩颈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，在省城过得太舒心。我的爸妈时不时来看看，指着我的脑袋骂：“傻人有傻福。”傻吗？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丈夫问我，当初为什么要演离婚这场戏，不能好好解释。以我的战力完败他们，我摸着他的脸，很认真地答道：“你妈强势了一辈子，估计是打遍全家无敌手，突然来了个战斗力比她强的人，她觉得有人抢了她的地位，我是可以一直和他们争下去。可是你妈已经被刺激的有了轻微的狂躁症，如果她真的健康被毁，你作为儿子，一边是老婆，一边是亲妈，该怎么办？我们都会进入一个死胡同。”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丈夫却听出了不一样的意思，他满眼欣喜：“老婆，你是因为在乎我才做的这个局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赶紧说，你最爱我。”才不是，妈妈说了，她最爱的人是我。儿子跑过来，一把挤开老公，父子俩闹成一团。我看着和儿子在地上打滚的老公，突然想起上次我妈说的一句话：“傻人有傻福。”如今公婆在老家，逢人就夸自己儿媳妇多懂事，多好的女人。他儿子真有福气，还不时寄来东西给自己儿媳妇，就为了让自己在儿媳妇心中有个好印象。我不敢想象，他们知道了自己家儿媳妇压根没换过人，该是怎么样的反应？毕竟他们已经给自己儿子出了馊主意，赶紧让媳妇怀上，等生了他们就能来省城了。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再厉害的女人还能不要婆家吗？我笑着问老公：“要2胎吗？”他抱着被子连滚带爬地跑了。